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的是大陆现在透过稀土的管制，天网罩住全球。尤其接下来习川会可能会发生哦。那么中国现在双拳挥出了稀土加大豆的双拳组合重击。川普在这个时候急着见习近平会面，那么包括了美国的高科技跟农业，他都很担心会被卡死。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尤其现在贸易战火在一起，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大陆昨天不是才刚宣布吗？要出重手这个抛出叫做史上最严格的稀土禁令哦。我们来看到哦，它除了针对稀土做禁令之外，也把部分的锂电池跟设备给全部纳入了管制。纽约时报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评论，他认为说大陆突然间出重手，宣布了这个史上最严格的稀土禁令哦。等于是中国在全球撒下了稀土的天网哦，这个严格是非常严格的一个管制。那么有4大招数，中国怎么做使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4大招数。第一个，针对属地的管辖做升级，凡是只要是产自大陆的稀土出口，未来都是需要经过申请的许可的。第二件事情是成分的长臂管辖，就算在境外制造，只要你含有甚至只有一点点0.1%的中国成分稀土，也要做申请的。第三个来看到的是技术的纳管，凡是只要用到大陆的稀土技术的产品出口，全部都要做申请。第4个是相关的技术人员，包括你做这些技术人员或者是数据的输出，都是必须要经过许可的。等于我们刚刚看到，不管是原料，不管是人员，不管是技术，全部卡死。最重点的是它的有关于军事的用途上面是完全不会发放任何的许可的。那不只是在军事上面，在产业上面，现在外媒也点出了未来的高科技产业，不管是辉达、苹果、台积电，都得要一一的经过中国来逐批审查，你才有可能做出口。等于全球的高科技产业链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为什么就在此时，大陆要祭出这么严格的招数？杨老师怎么看？昨天是中国大陆放11长假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对。那他的商务部在一大早就很忙的公布了61号跟62号的就是规定，那就针对稀土相关的这个出口管制很全面。其实中国大陆针对稀土的管制，从2001年的时候，他就把它放在出口管制的目录里面，因为这是全世界共通的做法哈。针对就是说可以军民两用的产品，它其实出口的时候都要确认民间的公司来申请，就要民间使用。你不能够偷偷转为做军用，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管制的措施。那如果是军用，当然不可以最后变成是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者是落在恐怖分子手中。那在在今年的4月的时候呢，大陆针对7项的稀土金属啊，对美国的出口予以管制，因为美国采取这个芬太尼，到一直昨天他才做一个全面性的。我觉得3个理由，第一个。至少他在这2项的公告，他说其实是为了国家安全利益，这个就是关键的一个因素，国家安全利益。那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会影响到中国的本身这些稀有矿产的出口，然后呢，是否真的能够军民两用分开？那会影响到你的出口的管制。是。第2个，他说其实是为了反扩散跟防止军事使用以及恐怖团体或者军事使用扩大。那这个是国际共同的做法。那我觉得在这2个之外，当然也是在反制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与利益，举例而言，美国从川普1到拜登到现在川普2的科技战对中国的科技的管制，那我还出口你的科技研发所需要用的稀土，然后呢不准我管制我，对，所以我在帮助你，那就影响到我的国家安全了。是啊，所以这个逻辑就很清楚。那当然，它也倒过来是对现在的中美的关税科技谈判上是一个就是重磅出手。好，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川普他心中也是很着急哦。这个中国祭出这样子的稀土禁令，另外一方面，除了掌握2大王牌，就是大陆掌握稀土之外，还有就是他掌握的是大豆。所以我们现在也看着川普在这个时候又喊出来说呢，他能够应对中国祭出的各种的招数，但是他也说了，希望中国快点来跟他们买大豆吧，并且在这个 APEC 前面就已经川习会前就先喊话说，中国很快就会恢复购买美国的大豆了，真的是这样
向吗？我们看到10月底这 APEC 前都还没有真的举行，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川普已经正式的对外证实说他会跟习近平见上一面，他可能不一定会去 APEC， 但是一定会跟习近平见上一面。那外媒也爆料说，他到时候只会停留1天，都是为了要见上习近平一面。那中国手中就是握有这2个稀土大豆重要王牌，会把美国卡死吗？厉将军怎么看？中国这一次祭出严格的稀土管制禁令，是在跟川普见面之前，他突然这时候祭出来，很明显的就是针对这次的川习会使出的最大的绝招那这一套组合拳，包括稀土跟大豆的这套组合拳，我认为是拳拳到肉每一招都是针对美国的要害。第一个，我们先讲大豆，我们大概都讨论很多了啦。美国有50万的豆农，那后续来讲的话，我想说，中国不跟他买的话，这50万的这个大农，而且豆农都是这个川普的选民，那这些老百姓一定造反。你让他没有饭吃，他就给你造反。那稀土，你知道，我仔细跟各位解读，你知道这是有多严重吗？第一个，你知道为什么0.1就是说，你可以不在我中国稀土，不见得都是在我中国稀土挖的。矿产但是你在国外挖，包括你到这次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他到巴基斯坦，美国到巴基斯坦要这个建一个港口，他想说从巴基斯坦那边来挖这个稀土，可是你挖了以后还是要到中国去提炼，你到中国来提炼，你这个技术是我中国的，我就可以管制，还是不行。然后奥地利也有稀土，可是奥地利的产量是远远不足，所以说100%掐断你。第二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这是中国，你看它0.1还包括到什么呢？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2次提炼，就是你如果说像我们这废弃物来讲，重新再去提炼这个相关的元素，这个我还是可以用，但你包括你2次提炼，都是我中国管制的0.1范围内，连这个我都可以管制你，就是你连2次提炼我都不给你提炼。那第三个，你这次来讲的话，我们之前来讲的话，管制稀土，中国管制稀土有7项的稀土，这是他再给你加5项这5项是什么？铷、锂、钴、铀、镁这几项再给你加去，现在总共12项稀土，是不是管制的更严？那包括你的不管是军工产业，或者是民间的企业，那甚至于说是半导体科技业都管制。还有一点非常有趣的它特别指明了什么14奈米的这种半导体制程。14奈米是什么？就是就美国来讲的话，它管制中国就是14奈米的晶片，我不卖给你中国嘛。中国是成熟制品，大概是在成熟的这种晶片，我们大概一般定位为28奈米，中国自己可以生产。但14奈米中国不是不可以生产，可是它的产量跟良率还是有限。但是中国就说好，你这个14奈米你卖给我，那我现在14奈米的这种有关的原料我不卖给你，那你连14奈米你现在连生产都生产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在川习会之前这个中国技术这一招明明就是拳拳到肉，打得我跟你讲，川普这次是毫无抵抗的余地。好，这个将军认为是中国已经是拳拳到肉了，那所以现在等于是习近平给川普下一个马威吗？川习会还到底会不会谈呢？介大使又怎么看？当然现在双方我想谈判团队正在密切谈判，那就是说到底会不会的话，那就要看双方团队在认为这次会晤是不是有建设性，对双方都有建设性，不是只有美国想要买中国的大豆的问题。中国的大豆是一个小问题，可是中国关切美国的对中国大陆很多这些重要的这个核心利益的立场跟做法的话，那一定是会拿来跟美国做一个谈判的项目的啦。那所以这个现在来讲说会不会见面，通常当然本质上一定要双方都觉得有建设性才会见面。第二个就是说，对中国大陆的外交惯例来讲，他不会这么早宣布的。到现在，习近平会不会出席这次在韩国举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领袖会议中国大陆也没有说定那10月7号的时候，那王毅跟韩国的这个赵显外长通过电话，双方就在讨论这次怎么样举行这个 APEC 会议，中国大陆要如何参加的问题。那并没有谈到那么说习近平一定参加。不过习近平参加可能性比较高的原因就是说，今年是韩国做轮值主席国，明年中国大陆要做轮值主席国，所以这中间有一个这个主导权的交接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会增加习近平去参加的一个可能性。是。那去了以后，
如果说不跟川普举行双边会谈的话，那可能川普就不会去韩国了，因为他这次去韩国，基本上他就是不是去参加 APEC 的，他就是要在韩国跟习近平举行双方会谈。对，那对于川普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那个 True Social 里面，他讲他去韩国跟习近平见面呢，就是要讨论大豆问题。哎，那问题习近平跟你见面的话，只谈大豆问题的话，那习近平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呢，这个说双方都要有建设性的这种所谓的一些成果才会见面嘛。所以这个时间上，我觉得还有待发展。好，那我们就要持续来关注接下来的 APEC 会上会不会川习会会不会到底真的是见上面呢？但是我们现在来以目前的情势来看，确实中国大陆手上握有非常多的筹码，尤其是在贸易战上面可以说是占上风。尤其我们看到它在从今年1月开始，甚至是3月份等等，许多来自于美国的进口商品也都全部不买了。这当中不管是大豆直接归零，或者是你说小麦啊、液化天然气等等，几乎也不买了。玉米、铜啊、煤炭、液化石油气几乎都全部腰斩，外媒是这样形容的：大陆几乎切断整条太平洋的贸易航线，而且呢，它其实中国不太在意这个贸易战赢不赢这个重点了，它的未来是放在更长远的战略目标上。张将军同意这样的说法吗？是大陆要重塑整个全球的产业链吗？我认为他已经开始做调整，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贸易战呢，追本溯源是从2018年3月开始。那个时候在贸易战的时候呢？之前的时候，那个美国的贸易逆差47.5%是中国大陆赚走了，因为美国是大量贸易逆差。那一直到去年的2024年的时候呢，中国大陆从美国所赚到的，我们中国大陆叫做贸易顺差。那美国对中国大陆是贸易逆差，只占了24.6%。从47%降为24.6%，就是整个腰斩一半了，不再多赚美国人的钱了。那去年总共赚多少？中国大陆赚美国人多少钱呢？在去年只赚到了2954亿美元，以前的时候将近要接近1兆，你看那就是只剩下1/3不到。那换句话说，中国大陆已经有步骤、有节奏的开始减量了。那它已经在这个市场转移，把这个出口市场找到了替代市场。往东南亚去，往欧洲去，往南美洲去，甚至还有一部分往非洲去了。是，那就知道，那这样的跟中国大陆跟美国的整个交易量这样下来了，那会造成美国出口市场的萎缩。对吗？那美国出口市场，你看大豆就是了，美国出口萎缩啊，竟然1公斤大豆都没有买，就是让你萎缩。然后美国的，比如说波音的这个，我们叫做坐飞机的，我怎么不买你的了？我不但向法国的空中巴士买，他也也自己来生产。然后把它扣在手上，暂时按住，不发价，不像波音公司买飞机，就这样子停滞啊。这些都是比较大量的，那其他的这些各种的产品也都相对的受限。换句话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在逐年降低，逐年降低。那美国这样子的话，美国出厂市场也会做萎缩。那美国贸易逆差有没有改善？到现在我看美国的贸易逆差好像没有明显的改善哦。那这样的话，讲美国的经济的发展也会受限。那这是美国目前的困境，中国大陆也有困境，双方都有困境，因为只要打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好像美国没有改善的这种幅度，好像比中国大陆来的明显。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